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32周，即从8月8日到8月1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31周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周开盘价是 903.82， 周收盘价是 864.51， 当周最高价是在 940.82， 最低价是在 856.63。 那当周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负值是达到了8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周收盘价是重新回到了50均值的下方，在其他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周的成交量是 1.594 亿股，是前一周的 1.075 倍，量增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，那双线呢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出现了转折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在零轴上方出现了较前一周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短期多头的趋势。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第31周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红 K 线，是一个下跌的 K 线。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要大于 2.5%， 含有上影线，但是上影线的长度呢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。那我们会看到这个 K 线的位置它是在多头的上涨行进中。那出现这样的 K 线要注意多头可能会止涨。但是如果这样的 K 线是出现在一个空头的趋势当中呢，股价会继续下跌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周分析视频对31周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呢，在第31周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，收盘会收在1020。另一个可能呢，在第31周当周会出现小幅上涨，收盘收在930。那实际在第31周收盘是在 864.51。那股价呢较前一周出现了下跌，并且呢重新回到了50均值的下方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的信息解读这个含长上影线的中红 K 线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，是一个止涨的 K 线，那预示着股价呢将会出现回档。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回档。那股价在后续，也就是在第32周，如果出现回档呢，我们来看看它的支撑，就是下方5均值。那5均值的范围是在824到851之间。当然，我们也会看到，它也包括了当周新生成的20均值。那我们说这个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它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，也就是说如果股价不跌破5均值，那么这个股价在周 K 线当中它是要继续上涨。那好了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那接下来的支撑我们会看到，在这个地方816也是一个支撑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第
30周这个上涨绿 K 实体的下沿，那它也是一个强支撑。我们说股价在第32周的收盘，只要不跌破这个816呢，那上涨的动能呢依然会存在。也就是说股价会回档之后是很容易继续向上的。好，那我们加一条水平线，我们把这个水平线加在816，然后作为观察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，就是这个5均值的上限是851。好的。那么我们继续延伸向下去分析，就是说，如果股价呢跌破了816呢，会出现深度的回档。那下方呢，我们会看到会有30周的最低，也就是768。然后我们会看到当周新生成的10均值是在764到777之间，也是在这个区域。那这个位置呢，它将是一个强支撑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股价再跌破这样的一个强支撑呢，它这个在 K 线图上，股价的目标一定是奔向710这个水平线，这是第29周的最低。那我们说跌破了这个水平线呢，那股价将会出现下行。那也就是如果对于下行呢，我们等股价跌破了710之后呢，我们再去讨论。好，那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，加在768这个位置，然后它是一个强支撑，我们变成这个颜色的。好的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说股价的上行。那在第32周，股价我们刚刚说了，只要不跌破5均值，会继续向上。那我们刚刚在851加了一个水平线，就是在第32周的周中，我们要观察股价是否会跌破这个水平线。那说继续向上，如果股价没有跌破851 5均值，然后如果继续向上，我们说站上这个903，也就是这个止跌 K 线的实体的上沿，那我们说这个小幅的回档呢就叫成功，然后上方再站上940，那股价呢会继续上行。那对于周 K 线来说，继续上涨的目标就是这个1008，也就是第17周的最高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那如果说股价的横盘呢，我们说股价会在下方，在这个地方768和上方940之间呢，是它的一个横盘区域。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在940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在第32周当周，我们把图放大。在周中，如果不跌破851，也就是5均值，会继续上涨，目标将是突破前高940和1008。那收盘说，在第32周的收盘，如果不跌破下方的768，那会出现横盘，横盘的区域是在768到940之间。
说在第32周股价如果收盘价跌破了768，那后续股价的目标将是下方的710，也就是会出现下行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在第32周当周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我们说，首先压力位是首先到来的是50均值，我们测算是在886附近，然后是这个前一周 K 线实体的上沿，也就是903，然后是前高940，当然再向上就是1008是上涨的目标。那下方的支撑呢？我们说首先到来的是前低是856，然后下方是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，5均值我们测算是在824，在这个地方，对，一直到851，然后呢，当周的20均值是在818到825，所以在前低之下呢，是一个很宽的支撑区间，我们说是在818到825到851，在这个区间。对，那从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出啊，如果在第32周出现回档或者说是下行呢，那下方的这个支撑啊是非常强的。好，我们再继续向下说，第3个支撑呢，就是当周新生成的10均值，10均值是在764到777之间。那10均值也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水平线，也就是768。那就是说股价回档不跌破768呢，属于正常回档，对于周 K 线来说。好，再向下的支撑就是这个710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第32周股价的预测。我们预测2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涨。那如果股价继续上涨呢，它是有一个条件的，也就是在32周当周的周中，股价不能够跌破851这个水平线，也就是这个5均值的上限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那可能股价会继续上行。那如果是继续上行呢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850，最高会到达980，然后收盘会收在964附近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第2个可能呢，我们说股价会出现正常的回档。如果是正常的回档呢，它有可能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885。那885也就是说，这个上方的50均值将成为压力，然后股价会一路向下，最低可能会到达796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832附近，也就是收盘继续回到一个正常回档的范围内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32周走势的分析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